2022年3月28号，美国推迟发表的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到，要发挥盟友力量倍增器作用，要求盟国强化合作，共同对付中国。作为美国的两个盟国，日菲两国的举动显然正在主动协调深化美国印太战略部署。实际上，近期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就不免令人怀疑有幕后推手。5月31号，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向中方提出抗议，无端指责中国禁渔令范围跟菲律宾和越南声称的专属经济区重叠，要求中方进行解释。所谓禁渔令，指的是中国从1999年起就在南海实行的伏季休渔，这是为了保证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休渔期间，除了钓具作业外，所有渔船不得出港，同时有关部门也将跟踪监控。按惯例，中国一般会在5至8月宣布禁渔令。吊诡的是，中方早在5月1号起实施禁渔令，但起初并没有见菲方有任何反应。直到2022菲律宾大选结束，正式宣布由小马克思胜选后，菲方外交部才针对禁渔令发表了声明。有分析就认为，时机之特殊，或许是背后有人想给被视为知华派的小马克思添加阻碍。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也跟菲律宾外交部打起了配合。在菲律宾提出关于南海禁渔令的声明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支持菲律宾提出抗议中国实施南海禁渔令的声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甚至还援引了2016年的所谓南海仲裁裁决，声称禁渔令违反了该决议和国际法，美方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义务，正视菲律宾的诉求。显然，美国这是有意在禁渔令上大做文章。中国在南海的这个伏季休渔令它本质上是出于对于南海渔业资源的一个养护，是中国作为给南海的最大的一个沿岸国来履行沿海国责任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现在呢，这一种本来就是一个低敏感领域或者是海洋治理领域的一个做法，那么被这种南海周边国家，特别是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我们其实也在呼吁，中国一直也在呼吁这个南海周边国家共同来参与到这个伏季休渔里面来，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一些响应，反倒是把这个休渔令呢，或者是这个禁渔令过度的政治化，这个是从海洋治理或者是南海沿岸国合作的角度来说，并不是一个建设性的做法。